如果你是我们频道的老朋友，应该还记得，我们早在半年前就介绍过这间 Ogle 公司，当时就提到这是一家由 ChatGPT 之父奥特曼投资的核能公司。它不是只是出钱，而是自己跳下去当董事长。这家公司的主打产品是一种很新型的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，能够提供稳定、干净又不受天气影响的电力。明明不是 AI 公司，近3个月居然靠着 AI 翻了3倍，越来越多人押宝这家公司到底凭什么？那时候影片一出，想必很多人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看待，觉得核能好像还有点距离，感觉有点太早。结果呢，短短3个月，股价直接涨了3倍。现在回头看，是不是后悔当初没买一点？但你如果以为这只是运气好，那你可能会错过背后真正的趋势，因为我们当时就有提到 ，Ogle 背后其实靠的是 AI 的爆发性成长在推动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投资大波段的频道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，这是我的投资理念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，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现在的 AI 发展是怎么样？你光看 OpenAI、NVIDIA、Amazon、Google 这些巨头，每一家都在拼命扩建资料中心，狂买 GPU， 推出新的 AI 模型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幻想，他们都要靠实打实的电力才能跑起来。而且这个需求是什么级别的？根据美国能源部的预测，未来几年 AI 计算所需要的电力会以10倍速在成长，而这种等级的扩张，风电、太阳能根本跟不上，唯一有机会稳定供应的，正是像 Ogle 这样的小型核能。而且就在最近，美国白宫也正式端出了一个重磅的新政策 ，AI 行动计划。白话来说，就是美国政府也发现 AI 很重要，但 AI 超级耗电，所以政府要开始松绑一些核能相关法规，同时支持基础建设，确保未来 AI 产业发展不会卡在能源短缺。这对 Ogle 来说，简直就像下了一场政策甘霖。而且 Ogle 不只是坐等政策加持，他们还做了一连串合作，包括跟知名资料中心基础建设公司 Vertiv Holdings 合作，解决冷却与部件的问题，还找上能源整合公司 Liberty Energy 来提供完整的电力解决方案，从生产到输送一条龙。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市场上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这家公司，但问题来了，美国白宫的 AI 行动计划是什么？ Ogle 接下来还有多少潜力？现在上车会不会太晚？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会带你完整解析 Ogle， 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主题吧。什么是白宫 AI 行动计划？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一间核能公司会在 AI 时代被市场追捧？那我们就得从一件事说起，美国政府现在正把发展 AI 当成一场国家级的竞赛在打。就在不久前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正式宣布了一项新的战略蓝图，叫做 AI 行动计划。这个计划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，让美国成为全球 AI 领导者，不只是靠科技公司自己冲，而是由政府亲自下场。因此，川普一口气签了3份行政命令，直接改写游戏规则。第一个命令是让资料中心更快盖起来，更快用上电。政府要放宽原本那些环保审查规定，像是全国环境政策法、清洁水法这类会卡建设速度的法条，通通简化。甚至还说要优先用联邦土地来盖资料中心跟发电厂，意思就是只要能让 AI 跑得更快，连地都帮你找好了。第二个命令是鼓励建设新一代核能设施，像 Ogle 这样的小型核能公司，正好踩到这波政策红利的中心点，供电。第三个命令在政治上较为敏感，它要禁止联邦政府采购有党派偏见的 AI 系统，意思是如果你家的 AI 有特定政治立场，那你就别想拿政府标案。这不只是科技议题，也攸关言论自由和科技治理方向，已经引起不少学者和人权团体的批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些动作都很明确，美国政府要全面主导 AI 的基础建设，标准制定与全球输出，这样 AI 建设盖得快。然后呢？其实这还只是第一步，因为更大的关键在于出口。川普政府的这份 AI 行动计划，不只看国内，更要把 AI 技术、硬体、软体整套打包输出给美国的盟友。他们称这套做法叫做全方位 AI 解决方案，不只是要自己跑得快，还要让自己的朋友也能靠美国的 AI 技术强起来，进一步挡住中国，挡住其他竞争对手。而这背后影响最大的就是谁？像是 NVIDIA、AMD、Google、Microsoft、OpenAI、Meta 等这些重量级企业，全都站在这场政策红利的最前排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支持。像是一些大学教授、电子前哨基金会就质疑，政府现在把重心全部摆在竞争和建设上，却几乎没提到怎么教育大众认识 AI， 怎么确保 AI 不被滥用，也没讲清楚言论自由该怎么保障。还有人质疑，川普政府撤掉了拜登过去签的 AI 安全透明报告命令，那接下来 AI 出事谁负责？这些声音我们不能忽略，但也正因为这些争议，
这份 AI 行动计划才更值得我们关注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份长达23页的 AI 计划还列出6大战略重点，包括减少监管、推动快速试验、集中联邦资金、松绑建设流程、简化许可审查，还要建立 AI 测试区。其实这些措施早在矽谷某些创业者之间流传好一阵子了。他们常说，政府只要不要挡路，我们就能把未来做出来。现在川普政府的回应就是不止不挡，还帮你铺路。而这波政策对资料中心、伺服器、散热、电源，甚至晶片代工业，像台湾的台积电、广达、鸿海、国巨、奇宏这些公司都是直接受惠者。川普还直接在发表会上说，这是一场定义21世纪的战斗，美国一定要赢。这种话你可能觉得有点浮夸，但想一想，我们现在每天用的 ChatGPT、Google 搜寻、AI 绘图工具，其实背后都是有成千上万的 GPU、资料中心、电力网络在支撑，而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、资本、政策配合才能盖起来的。所以如果问我这份 AI 行动计划重不重要，我会说，它可能是美国下一波科技霸权能不能延续的关键，而像 Oracle 这样能解决能源问题的企业，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块拼图。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，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，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。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，想了解我的看法，尤其是有玩台股、美股或是台指期、美期的朋友们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。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，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。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，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。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与 Vertiv、安内吉之间的合作。自从半年前介绍 Oracle 后，他们具体现在做什么？除了盖核电厂之外，他们真的有人在用吗？答案是有，而且对象还非常大咖。Oracle 有2个非常关键的合作伙伴 ，Vertiv 和 Liberty Energy。先讲 Vertiv， 这家公司你可能比较陌生，但如果你对伺服器、资料中心、云端基础建设有兴趣，那 Vertiv 的名字绝对要听过。Vertiv 是全球少数几个可以提供资料中心关键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公司，从电力供应、冷却系统到整套运维方案，他们都做。而现在 Oracle 就是要和他们合作，开发一套专门为 AI 时代设计的模组化电力与冷却系统。2家公司从能源供应的最底层，把资料中心的运作逻辑重新写一遍。他们用核能来发电，产蒸汽，再搭配 Vertiv 的冷却技术，一口气解决能源效率与热能管理2大问题。你想想 ，AI 不是只靠演算法跑得快，后面支撑这一切的其实是超大量的电力消耗跟热能排放。那今天，如果你能把供电系统做到高效、稳定、零碳、冷却又能模组化、快速部署，那你这个资料中心基本上就是地球的未来。这么说吧，今天台积电要盖先进制程的晶圆厂，最怕的是什么？不是没钱，也不是没人才，而是供电稳不稳。AI 资料中心也是一样，你可以花几十亿买 NVIDIA 的 GPU， 堆满一个机房，但如果供电不稳，还是跑不起来。这时候 Oracle 跟 Vertiv 的解法就变得非常关键，而且他们还不只是想做给自己用，他们要的是规模化、模组化、可以快速扩张的解法。未来这套系统可以盖在任何一个有需要的地方，不用等公用电网，不用靠传统燃煤发电站，不用忍受动辄好几年的环评卡关，想盖就盖，盖完就上线，直接供电。这不是天马行空，因为他们真的要做初步的技术示范，去验证这个系统能不能稳定运作。这一步一旦成功，未来不只是美国，全球的 AI 资料中心运作模式都可能因此改写。那除了 Vertiv， 还有谁一起下场？ Liberty Energy 这家公司在能源圈的地位也不小，尤其是在天然气与油田服务领域是非常有经验的公司。Liberty 提供的是初期的主电源，靠天然气发电，灵活、及时，能快速部署。这样的好处是什么？可以马上上线，填补现有电力缺口。而 Oracle 的核能电厂则是当作后端长期稳定的基载电力来源。也就是说 ，Liberty 撑起短期 ，Oracle 稳住长期，2家联手拼出一个集战力加永续力的组合。Liberty 的执行长罗恩说得很直白，我们就是要重新定义，怎么让这些最耗电的产业在成本控制之下，也能升级电力系统。而这些最耗电的产业，除了 AI 资料中心，还包括像工业设施、钢铁制造、公用事业等等。换句话说
这套组合不只是为了 AI， 而是为了整个产业未来的电力需求在铺路。所以你看清楚了吗？OGO 做的不是一座电厂，而是加入一个生态系，一个能源转型的大拼图。他们不只是做核能，而是用核能作为核心技术，去整合不同的能源形式，解决不同的产业需求，真正做到不仅实用，还可扩展、可复制。而这就是 OGO 接下来成为市场焦点的原因。如果你还在想说核能会不会太危险，那你可能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技术印象。现在 OGO 的 Aurora 发电厂设计是模组化、小型化的，不需要高压，不会爆炸，甚至连用过的燃料都可以再利用。这种等级的核能技术，配上像 Vertiv、Liberty 这种等级的合作伙伴，就是一种新科技加老经验的组合。而这场合作也正好踩上了现在全球最火热的2个议题 ：AI 加能源。OGO 可以上车吗？好，我们前面聊了 OGO 背后的技术、策略，还有跟 Vertiv、Liberty Energy 的合作，听起来这间公司真的很猛，甚至有点像是 AI 是带了台积电加台电合体版本。但问题来了，你我最在意的其实是这个：现在还来得及上车吗 ？OGO 还可以买吗？是不是已经涨太多了？是不是又一波 FOMO 热潮？我们先冷静看一下背景。OGO 最近这波大涨，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踩到了 AI 加能源这个超级趋势。记得我们第一章讲的吗？美国白宫最近发布了 AI 行动计划，里面明确提到，未来 AI 计算需求将指数型爆炸，而能源是最核心的瓶颈之一。这不是只有理论而已，现在连政府都出来认证，谁能稳定提供洁净能源，谁就有资格参与下一波 AI 建设大潮。那 OGO 刚好就是这波风口上，尤其现在和 Vertiv 合作，把原本会浪费掉的发电余热转去帮资料中心冷却，一个动作就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，又帮使用端省钱，还能帮政府减压电网负担。而且你知道吗 ？OGO 的第一座电厂 Aurora 预计2027年底就会商转，地点选在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。这不是什么荒郊野外，而是美国核能研发的重镇之一，选在这里盖第一座商业示范电厂，意思很明确，要给政府，要给投资人看，我们的东西是真的做了出来。再说回股价，现在大家看到 OGO 3个月翻3倍，都在想会不会是炒作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家公司现在其实还没有正式营收，对，就是零营收，但却已经有华尔街大机构开始预测，只要 Aurora 成功部署，加上这2大合作案扩展的顺利，未来5年 OGO 有可能从一家无营收公司变成核能版的 NVIDIA。这听起来很夸张，但我们想象一下现在的市场氛围 ，AI 的运算需求在爆炸式成长，资料中心疯狂扩建，传统能源不够稳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一家可以提供去中心化、零碳、可复制能源模组的公司问世，会不会一堆大公司抢着签约合作？但我们也得说实话，这种股票机会大，风险也大。你看，它现在还没正式营收，核电厂还在盖，营运还没开始。核能这种产业本身又有很重的监管、政治、环评挑战。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突然转向，或是哪个单位卡一个许可，整个进度就会延后半年、1年甚至更久。这不是那种明天就会涨的股票，而是那种你要放3-5年看产业格局的长线投资。我们不是在推荐买卖，但如果你正在思考要不要进场，或许可以这样看待它：它不是一张快乐的乐透，而是一张需要耐心的门票。你愿不愿意在它还在准备演出时就提前买票入场？它不是现在的价值投资，而是未来的成长押注。你相信 AI 时代真的会缺电吗？你相信去中心化小型核电真的能商转吗？这集的最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相信 AI 资料中心的能源问题会靠核能解决吗？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这支影片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蒙，我们下次见。